之前5月的时候，我们才刚解析过联友金属靠着新兴融法还有地缘政治的红利，交出了第一季毛利率高达74%的超级回收神话。没想到才过不到1个月，公司又开了最新的法说会。到底这家1季就能赚赢别人2年的公司，手里还藏了什么底牌？这次董事长可以说是直接摊牌了，亮出了被环境部列为关键防御要塞，甚至隐性资金与产能已经全面动工的实质进度。但说真的，要在台湾这个完全没有矿产资源的海岛上，凭空盖出一座人造矿山，这听起来实在有点科幻吧？母公司负责提炼5酸钠，然后把副产品交给子公司联友先进去提取钴，这种垂直整合的生态闭环，真的有表面上看起来这么无懈可击吗？这就是我们今天要拿放大镜检视的重点。如果你以为第一季那74%的毛利率就已经是天花板，那可就大错特错了。在6月23日的最新法说会上，董事长揭露的战略防御纵深，绝对比账面上的数字还要疯狂。那问题来了，要在这座岛上无中生有，他们真正的底气到底在哪里？底气当然是他们手里握着的独家黑科技啊！新兴融法这套物理低温化学玻璃技术可以说是完全颠覆了业界常态。它是在深度真空的系统下，直接利用高温新生器让极度坚硬的废钢合金产生结构性的崩解。这招不仅完美避开了传统化学法会引发的严重氨气污染，更狠的是，它把生产成本硬生生的砍掉了30% 到40%。成本能降下来是一回事，但一家公司要在资本市场活得久、活得好，靠的是绝对的定价权。摊开他们现在的双轨商业模式，底层的财务逻辑其实非常漂亮。代工模式就像是无风险的防御底盘，稳稳赚取固定的加工费，不管今天国际金属价格怎么跌，基本盘都在。而自售模式呢，则是极大化利润的攻击武器，利用低价库存去赌国际行情的飙涨。而且你还漏算了一个代工模式里的隐藏暴利，客户拿废料来代工，联友是可以直接保留回收过程中分离出来的6%到10%的钴金属的。这对于子公司联友先进来说，简直就是近乎零成本的原料来源啊！这种商模的防御力真的非常惊人。没错，如果我们不光看商业模式，单看制程效率的话，传统化学法步骤非常繁琐，需要投入大量的化学药剂，后续还会产生一堆难以处理的废液。对比之下，新兴融法展现的就是纯粹的物理暴力美学，直接还原出纯净的金属，完全跳过那些高耗能的化学冶炼步骤。法说会的资料写得清清楚楚，这种生产效率是直接碾压美国跟日本的同业好几倍的。这也是为什么联友能够死死咬住全球非中国回收市场，稳拿大约20% 市占率的最核心护城河。技术确实很强，但我们必须来戳破一个财报上的幻象。2026年第一季那高达74% 的毛利率，实际上是一种极端的时间差红利。从数据来看，这是因为地缘政治因素导致国际物价暴涨，但他们账上消耗的却是45到60天前采购进来的低价原料。这叫蠢货利得，是不可能永远维持在这种不可思议的水位的。既然不可能永远维持，那当这种极端的低价库存红利被消耗完之后，他们常态的获利能力到底会落在哪里？根据他们未来的产能规划，随着自售比重稳定拉高，并且直接对接终端客户，公司常态性的结构毛利率中枢合理预估将会落在45% 以上。老实说，这在制造业里面依然是一个非常可观的高标了。不过更残酷的现实其实藏在他们的资产负债表里。你看第一季末，他们账上庞大的存货高达13.29亿元，这占了总资产整整33% 啊！而为了扛住这些高价库存，短期借款也跟着飙升到了6.2亿元。这种融资扛货的激进策略，难道没有让公司的现金流走在极度紧绷的钢索上吗？如果只看表面上2.07亿的现金，确实会觉得捏把冷汗。但你得翻开财报底下的重分类项目，他们可是把1.34亿元的备藏户以及高达8220万元的质押定期存款，悄悄藏在流动资产的受限资产里头了。这些隐性资金就是他们实质掌握的底牌，完全证明了公司在面对现金流压力时，有着非常强大的真实防御力。防御力是有哦，但要支撑这13.29亿的人造矿山，再加上即将到来的庞大扩厂计划，单靠营运现金流绝对是不够烧的。所以公司现在正在积极启动资本市场工具。第一季之后，他们已经获准要发行上限高达8亿元的可转换公司债，也就是 CB， 而且还要办理2000万股的现金增资。这招蛮聪明的，是非常标准的以短支长策略，把短期的银行借款压力转换成未来长期的资本扩张弹药，彻底重塑整体的资本结构。这摆明了就是在为接下来的产能大爆发做准备。
但这里马上浮现一个极大的战略矛盾。公司被环境部列为第一阶段关键战略金属的防御要塞，号称是本土炼金。可是摊开供应链一看，高达95%的废料来源依然得依赖国外进口，尤其是透过日本的 AMJ 商社。一旦哪天国际物流中断，这座号称生生不息的人造矿山，不就直接因为断料而停摆了吗？这算哪门子的本土要塞？这确实是个必须面对的痛点。不过这也就是为什么近期新闻会特别去报道明仁资源、联友金属创还有天弘化这几家公司近年要共同组成一个锂电池循环永续责任联盟。这个不单单只是为了处理电池废料而已哦，他们真正的野心是为了在台湾本土建立起真正的金属回收聚落。透过这个联盟，试图把那少得可怜的5%本土料比例给拉上来，从源头去解决高度仰赖进口的断链风险，把本土护城河挖得更深。好，就算原料供应的问题有解，那子公司的认证进度为什么一再跳票？之前说好的中油 APT 产线和股份认证，怎么会延宕这么久？这对投资人怎么交代？关于这个，真的不能全怪他们，因为这是被全球的危机给无辜波及的。在硬质合金的刀具厂客户那边，存在着一个物理上无法打破的钴联动10:1的定律。简单来说，客户在生产的时候需要10份的主料钴去搭配1份的辅料钴。现在中国限制出口，国际买家连主料的钴都买不到，产线都快停摆了，谁还有那个心思去帮你大规模匹配测试辅料的股份？这场钴原料短缺就这样硬生生卡死了股份的认证进度。听完这段惊人的10:1定律，以及联友现在正在面对的现实落差之后，接下来我们要直接切入这家公司真正的终极赌注。他们把未来压在一个难度极高的5N 极致工艺上，这才是联友想要撕掉废料标签，转型成为战略材料商的最核心关键。没错，所以不管你有没有赚到这波行情，不管今天的专题解析对你有没有帮助，请先帮我们订阅按赞，这样你才不会错过未来每一次能帮你真正搞懂公司底牌的深度解析影片。摊开他们2030年的技术路径图，方向非常明确。目前他们的产品普遍落在3N 到4N 的纯度，但如果想要真正跨入半导体前段的 CVD 制程，或是打进 AI 晶片封装的高纯度靶材供应链，纯度就必须达到5N， 也就是 99.999% 以上才行。但这背后的代价其实非常残酷，为了达到5N， 整个制程必须重复多跑2遍，既耗时又耗能。而且在初期，为了拉高顶级纯度的良率，公司必须牺牲掉一部分的获利，把那些达不到标准、所谓伤敌 90% 的废料全部自己吃下来消化掉。这就是为了在明年，也就是2027年完成扩产后，能够顺利跟台湾本土的半导体产业进行垂直整合，所必须付出的商业底层牺牲。那扩产到底是不是只是纸上谈兵？我们直接拿出6月23日最新法说会的情报来反击市场的疑虑。进度不止没有落后，而且已经全面实质启动了。投资6.5亿元的旗舰新厂屏科厂已经在上个礼拜，也就是6月中旬正式开工，而屏南3厂更是直接在6月24日举行土动拜拜。完工之后，总产能直接翻倍，向下延伸 APT 钴粉以及碳化钴。不仅仅是盖新厂哦，既有的屏南2厂制程优化也已经完成了，预计在7到8月就能立刻提升20% 到30% 的产能。你看，这些绝对不是遥不可及的愿景，而是现在进行式的强大资本支出布局。不过，在高科技领域，市场上一直有个沸沸扬扬的传闻，说半导体制程未来会母进母退，也就是用母金属来取代钴。这会不会直接摧毁联友未来的长期战略逻辑？针对这点，董事长在法说会上直接用纯粹的物理极限强力反驳了。钴的美熔点比钼高出了将近800度，密度更是钼的整1倍，而且碳化的硬度直逼钻石。要知道，在占了80% 应用的传统重工、国防军工的穿甲弹核心市场里，钼的替代率是0。半导体领域即使有微幅调整，也根本无法撼动钴钢的绝对霸主地位。这次法说会上也异常冷静地澄清了市场上的2个冷门谣言。第一，传闻有中国商人跑到美国，用5倍的价格疯狂抢购废钴。董事长直言，这个消息的真实性极低。第二，韩国桑东矿山准备重启，这会对他们造成巨大威胁吗？这个更是无稽之谈了。韩国那个矿脉属于白钴矿，从重新开发到真正量产，至少还需要超过8年以上的时间。更关键的是，开采白钴原生矿需要经过非常繁琐的化学浮选，那个成本远远高于联友去回收那些已经精炼过的黑囤废料。从成本结构来看，原生矿根本就打不赢联友的回收矿。为了对冲这种大宗商品价格巨幅波动的风险，公司这次还揭露了最新的防御策略，将未来的出货量严格控制在 50% 代工与 50% 自售的完美比例。这等同于打造了一艘无坚不摧的财务战舰啊！当价格飙涨的时候，就用自售去博取超额的价差；如果市场行情反转向下了，就强硬要求客户改采代工模式，直接把买料叠价的风险转嫁出去。
联友自己稳稳赚加工费不说，还能继续白拿6% 到10% 的零成本钴金属副产品，这个经过微调的商业模式，就是对抗那13.29亿高价库存叠价的最强护盾。而在这艘财务战舰的外面，还包覆着一层国家级的地缘政治防护罩。他们成功拿到了 UL8 2089的100%回收材料验证，这让碳足迹大幅降低了50% 到60%，直接满足了 Apple 和台积电对于绿色溢价的严格需求。更具杀伤力的是2027年即将生效的美国 MDAA 国防采购禁令，届时将全面禁用中国产的战略金属原料，这直接让联友成为了欧美客户无可取代的非中供应链。再加上中国出口原料本身就存在13% 到15% 不退增值税的先天劣势，这层层叠加的壁垒，早就把联友的高毛利护城河铸成了一道难以跨越的铜墙铁壁。讲了这么多产能与技术，所有的市场焦点现在都高度浓缩在一个极度明确时间点上。董事长吴永忠在6月的法说会上可是直接挑明了说，没错，大家行事历记好，就是2026年7月15日这一天，公司预计会发布重大讯息，正式对外公告子公司联友先进在股粉认证上到底取得了什么实质突破。那个因为10:10定律被死死卡住的认证进度，究竟有没有顺利解开，这一天就会直接见真章。但最后，我们还是要务实的给出一个市场警讯：7月15日的重讯绝对是个巨大的双面刃。如果开出来是好消息，市场极可能早就提前反应了。投资人要特别注意短线利多出尽的获利了结卖压。总结来说，联友金属现在正处在一个极度扩张的关键期，他们手里握着关键防御要塞的庞大愿景，还有账面上74%的毛利神话，但同时背后也背负着13.3亿的超高存货与流动性紧绷的压力，而且原料95%依赖外求，跟所谓本土防御要塞的矛盾也确实存在。究竟这家公司能不能靠着高阶半导体的纯化技术，还有军工禁令带来的天降红利，顺利熬过眼前资本支出的阵痛期，还是说最终会被自己庞大的库存给反噬？这绝对是接下来留给市场最刺激也最悬疑的解答了。